是 AT， 目前还是以照顾妈妈为主要。照顾妈妈之前跟现在可能会有落差蛮大的。之前是很外放的个性，然后很喜欢交朋友，很喜欢出去室外活动。但是到现在照顾了妈妈之后，变得不大爱讲话。这位是我的妈妈，我是建立妈妈。对 ，AKA 建立妈妈。还没确定自己得癌症的时候，我是很快乐，真的很快乐，真的没有什么压力。唯一的兴趣就是很爱打麻将。他在还没生病之前，他是跟着爸爸步履门窗，就是工作之后有一直伴随他，包含头晕啊、头痛，一直到后面才确诊。真的是头晕到不行，走路上会一直跌倒的时候，因为他其实之前跌倒好几次，我就跟他说：“那你要不要去做个检查？”因为爸爸就是癌症，那他去想到这件事，他会害怕。确诊的时间点是2020年的2月1号，然后那时候就是确定是脑干脑癌。加护病房当时进去的时候，他其实的状态就是长期卧床的那种感觉很像，因为他就是衔接呼吸器，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开气切。那加护病房那个让我很辛苦，想那个不知道要怎么办。他们就会一直安慰，那么 OK， 那么可以。当时又是疫情很严重，2020年的3月份，那时候是刚爆发，所以你进去的时间就有半小时，然后就要出来。因为其实当时在台中嘛，然后我哥那时候我们都要工作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回来。然后接到电话之后，又要探病时间，我们要从苗栗再开到台中，看完又要再回来，然后就一直这样子维持将近23天的交病房的时间，就会这样一直来回，一直来回。最害怕的是接到电话，那个心情是你只要接到电话，那个电话一打来不敢接，然后说：“你是唐医生的家属吗？可能你可能要过来了，可能已经差不多了。”这样超级怕接到这种电话。所以那个心情我是没有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。就是你知道当你的家人即将面临到死亡的时候，那个很近的感觉是很难形容。因为他当时在进去开刀房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我其实每次都很不愿意回想在医院的过程。因为真的是太痛苦了。在第一瞬间他要进开刀房的时候，他当时的第一句话就是等我出来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出不出得来。然后再到交病房的过程，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真的顺利的出到交病房，或者是回到一般。或者是回到家，这些我都不敢想象，因为对我来讲，那都是可能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，也是会回想为什么都没有好好陪伴他，那时候的状况是这样子，所以心情就是我跟哥哥是又累，又压力很大，又害怕失去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平常跟妈妈还是一起睡。对，大致上。如果说我今天是上班，那就换哥哥在这边睡。对，就我跟哥哥是轮流，轮替在照顾的。其实他目前在这边，他可以自由活动。他要协助的部分就只有管灌牛奶，还有抽痰。让他清洗一下，然后痰液就会集中在这里。
到第4天，在一般病房第4天，我就稍微的跟他提到，不然我带你运动看看，不然你这样躺着也没有用。其实我的想法都很单纯，就是我不想让他躺着，因为躺着的后果我自己很清楚。我能做什么我就带他，我尽可能的做到。所以当时那些影片，弹力带影片啊、站立影片，就只能在那个环境里面让他做到这件事情。然后一看的时候，他就说你们尽量不要把这个床拿来这样子用，它会用坏掉。你有可能是一步一步的堆叠上去的。当然辛苦归辛苦，但是我就跟他说，我陪着你练。所以当时的契机是这样子萌生出来的。家里的1楼是把它设计成健身房，讲红菌，一直到出院之后，大概都是这样的维持。之前他是健身教练嘛，这次生病在医院就想说，没有其他运动可以做了，而且是他实战者，我是觉得我能这样子好很多，就觉得及格了。我要是不肯去，他也没办法干，所以我当时是很听话的。我是觉得说，我练这个重量训练，对我的身体来讲，真的就是很棒的事情。你要是说没有练，哪有我可以这样子可以聊天？不行啊！我过去，我在2分钟我就是要躺。想看我可以做这么久跟你们聊天，以前不行的，完全是不行的。其实还是要顾虑到，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个案。他其实开完刀，他有伴随着不可逆性的后遗症。那其实对于他来讲，影响到生活上最严重的就是自位性低血压。脑干它就是控制血压调节的，所以就是有伤到，所以他的血压是会很瞬间的降低。所以他只要站起来或者稍微坐比较久，他的血压就会降得很低，可能就晕倒了。然后一定要让他恢复平躺或者是倾斜的角度，把脚部的血流可以达到脑部。举个例子，一站起来他就开始计倒数秒了，30秒以内你就一定要让他做动作，如果没有的话他马上就晕倒了。然后所以他为什么他一定要有一台轮椅，在训练的时候或者是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台轮椅陪着他，就是要让他可以很快的维持仰躺的一个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到他在训练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比赛的时候，都很多人会不大理解，那你就可以深蹲可以硬举，那为什么还要坐轮椅？完全不能理解，就是觉得好像他在装。然后我也是一直不断提醒我自己，要把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，我不要去让我忘记我前面所做的事情是多么辛苦支撑过来，我们2个一起做过来的。如果真的我妈真的有一天真的就这样子很潇洒的走，我至少我不会去后悔，我不会去埋怨我自己，我相信我妈妈也绝不后悔。我不会等到那一刻到了之后，我才跟我妈说对不起，我怎么都没有花时间陪你，我应该要好好的陪你。我绝对不会讲这个话，因为我相信我们2个之间的故事已经写好一本书，满满的。我只要把这本书盖上，画下一个句点，就完美了，我就可以好好的跟他说再见。他真的就是一个，常常都是想到我，我每次我就舍不得。你看到他这样的睡眠不足，又要工作，又要照顾我，我真的是要很感谢，很感谢。我觉得说我们有那么好的儿子，他只要带我出去，
玩啊，什么去看看啊。很多人就会，我很少有这样子的啦，我真的要很感谢他。我这整只手刺青的主题是以我妈妈为主，可以明显看得到我妈妈的脸在这里。我妈妈是属蛇的嘛，这边有一条蛇含着这一棵树，这棵树里面有一颗心脏，类似重生的感觉。然后再来是最后一个，这边有3个水，一个淼字，它是我爸爸的名字，最后一个字。这个水呢，就是放在最下面，就是给这棵树给它一个水分或养分。妈妈的部分，这边是刺的是3朵莲花，一样跟我这个主题是一样。我这边是3个水，这边也是3个水，这3个水都是给这一个莲花做养分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去做连贯。我也希望他这个个案是可以去影响到其他人的。再来是，我也希望他可以有自我的挑战。我们2个一定要有一个目标设定，让我们去执行。过后，我们就真的还是要顾及到现实面，我们还是要顾及生活。那我们2个还是一样做好配合，之后还是会比赛，可能单项硬举，或是单项的一些活动等等的都可以，都有机会。只是来的压力就不会这么的大。我希望我们之后的心情是开心的，然后去玩，去享受舞台。其实越后面我就觉得越放松。我不想要比赛这么紧绷，当然也是要把自己尽可能做到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。对。